Hello，中秋节快乐！今天我要来告诉你一个在 iPhone 14发表会 Tim Cook 没有告诉你的事。首先，你一定很好奇，为什么苹果在 Apple Watch Series 8、Apple Watch SE、Apple Watch Ultra 和 iPhone 14的发表会里面要特别提到 256G 的 G 值感应器以及全新的 Gyro。哇，原来他要拿这个来侦测使用者有没有被车撞啊！ Not during Sweeps Week！ 透过这一些精准的感测器，苹果可以精准的知道你是被正撞、被侧撞，还是被后撞。但是我觉得这不是苹果推出这个传感器的原因。以苹果来说，当我们要进入汽车市场的情况下，像特斯拉，它就用电动化去改变汽车市场，花了10年的时间，一步步的从莲花跑车的电动化、RAV4 的电动化，并且推出 Model S、Model X， 还有更便宜的 Model 3和 Model Y， 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和成本去把电动车的这个产业链建立起来。苹果也一直在研究如何进入电动车这个产业，并且思考这个智能车里面需要什么样的配备。Something only Apple can do。但是有什么方法我可以让所有的车子都变成 Apple Car？ 在 iPhone 14的发表会，苹果透过便宜的 Apple Watch SE、Apple Watch Series 8、Apple Watch Ultra 以及 iPhone 14、iPhone 14 Pro 里面的 256G 值传感器，以及全新的 Gyro， 这样子苹果就是可以知道每一台车现在正在往哪一个方向走，以及它的旋转程度，发生了什么事，是不是被车撞了，以及这个车的驾驶的开车习惯，这样子苹果就知道，哇，原来这个人搭的车都很冲、很急、很快。我在保险上面应该要把它定价的比较贵，另外一个人他都慢慢的开，非常的安全，也没有被车撞，这是一个非常安全的人。通过新的 iPhone 以及新的 Apple Watch， 苹果可以知道说一个人在移动的状态下所面临的风险。在未来 Apple 推出 Apple Car 的时候，这时候苹果已经有这么多非常仔细的数据，它可以聪明的去定价。当我卖一台车给一个人的时候，它是个安全的驾驶，还是一个危险的驾驶？汽车保险就可以用非常聪明的方式去做定价。Apple Care Plus 就可以依据不同的人的习惯做完整的定价。所以在 iPhone 14的这个发表会，苹果拥有了所有人的搭车数据。Only Apple can deliver。有一句话说，数据就是新的石油。苹果拥有了这个智能的生产资料了以后，它可以做的事非常的多。我信你个鬼！首先，它可以推出自己的 Apple Car， 或是它可以推出 Apple 的汽车产险服务，甚至是它可以把这些资料卖给各家车厂。从来没有一家车厂可以同时拥有 Toyota、Honda 甚至是 Tesla 的汽车资料。当然，苹果可以透过 Apple CarPlay 去取得各式各样的汽车资料，但是像是 Tesla 这种车，它是没有 Apple CarPlay 的。这时候使用 iPhone 14和 Apple Watch， 苹果可以聪明的检测到特斯拉的资料。所以在未来的1年到2年的情况下，就算你车子上都是 Android 的用户，只要车上里面有一个人使用新的 iPhone 和 Apple Watch， 苹果就会知道你这台车发生了什么事。苹果可以轻易的用这台车的加速度以及转动速度，还轻易的把你的移动定价。这就是我觉得 iPhone 14苹果秋季发表会里面的 One More Thing。在未来的1到2年间，苹果可以清楚的掌握汽车的生产资料，这是全球的汽车的资料。拜拜。 Have a great day。